便携性与性能这两个与玩家们密不可分的评分点，强迫了无数的主机及 PC 玩家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虽然在今天依然出现了诸如 Windows 掌机以及 Switch 等可以游玩许多大型游戏的便携设备，但是玩家们又不得不在硬件水平又或者价格以及后续投入等方面进行考量。而早已被国内玩家们看淡的手游单机市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进化，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也的确做到了不小的进步。正如某位知名暴雪公司人士所说，难道你们都没有手机吗？今天我就要为大家推荐几款由主机或 PC 移植而来的优秀手机单机游戏。如果大家想继续看到这个系列的话，就在屏幕上扣个1。顺带一提，本期视频不包含单独为手机制作的特殊版本游戏。如果大家对这类游戏感兴趣的话，以后有机会也是会为大家单独做一期视频。今天一上来就是个不小的阵仗，最早于18年上市的命运创世链接，在前2年登陆了手机平台。在它刚上市的时候，我也是为它做过一期视频，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考考古。这款手游在经过了我多方面的考证以后，证实了它是由18年首发的 PSV 版而非19年的 Switch 版移植而来，所以不论你的手机配置多好，游戏的同屏人数都不会多。但是对于目前手机端十分匮乏的无双类游戏来说，本作的品相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贴图材质一般，模型也会有些狗牙，但是游戏对于原作人物技能的高度还原，以及无双割草的游戏模式，相信对比手机端同 IP 的卡牌游戏《命运冠位指定》来说，还是会相当有吸引力的。游戏的整体移植优化做得还算不错，但是对于手机的操作适配度显然达不到让人舒适的水准。屏幕左边采用了虚拟摇杆进行移动，而转视角则安插在了小地图之中，玩家必须在小地图范围内滑动才能控制视角。而释放技能、无双暴气等强化能力的释放都显然有些不太连贯。虽说游戏给予了玩家一定的键位选择，但是大部分的 UI 位置还是固定的，操作流畅度不高，这点也是让我在游玩本作的时候吃了不少的亏。不过单纯对一款手游来说，虽然操作适配有些感人，但无论是游戏的玩法、剧情，还是 IP 影响力，又或是本作的画面观感，放到我们今天的国内手游市场，也都绝对是一流的水准。对于 Fate 系列的粉丝来说，本作也绝对属于值得一试的游戏。下一款游戏则是单机玩家们津津乐道的一部作品《饥荒》。手机版《饥荒》收录了原版以及巨人国和海难2个大型 DLC， 在游戏的可玩性上，在手机端是相当优异的，并且通过破解游戏文件以后，还可以向其中加入许多 mod 来进一步丰富游戏的可玩内容。本作是一款 2.5D 的生存冒险类游戏，画面观感超棒的手绘画风，加上游戏深度极高的游戏系统，让本作在主机玩家的圈子中有着不低的热度。巨人国的4季更替以及庞大的地图与收集要素，让玩家们可以在大陆上稳稳扎根，通过自己的努力收集素材来进行建造、烹饪、狩猎等活动。而海难中差别极大的2季交替，以及各式各样的岛屿和可供玩家探索的大海，更是让游戏有了更高的难度以及更多的惊喜。手机版的游戏在 UI 布局以及交互系统上都做得相当简洁，玩家只需要通过点击即可进行互动，制造等行动可以直接点击左侧的工具栏进行交互。而身上以及背包的显示也都与主机 PC 版差别不大，简单精确的操作模式以及游戏完成度极高的内容，可以轻松吞下你不少的时间。相较于主机版，手机版饥荒会更加便携的特性以及更高的硬件配置，可以让玩家们真正意义上的实现随拿随玩的目的。如果你也喜欢生存类游戏，那么这部强度极高、内容丰富的饥荒绝对会让你沉浸很长时间。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可能会比较小众， Steam 的精品独立游戏《你好邻居》。可能很多小伙伴不太熟悉这款游戏，本作是一款剧情向的解谜冒险游戏，玩家需要采取与邻居躲猫猫的形式，尽量隐蔽地探索邻居的屋子，并进行一系列的解谜。游戏的解谜可玩性很高，无论是通过拉电闸引开邻居，还是通过搭梯子翻窗户巧妙地躲开，都是解谜办法。而游戏还有一条相当隐晦的剧情线，来讲述邻居为何如此孤僻。虽然可能被邻居追捕时会有些恐怖，但是即便被抓住，也仅仅只是会被丢回自己家里而已。本作的手机移植版也相当的完整，无论是谜题的交互还是邻居的建模 AI 都没有过大的缩水，整体表现与 PC 的全低画质差不太多。而在操作模式上，本作的体验还算较为丝滑，左摇杆控制移动，右边滑动屏幕转动视角，这个操作模式对第一人称的手游来说无疑是最优解。而下蹲、跳跃以及各种互动也是被安排在了玩家的右手边以及左下角，使玩家2只手都能随时进行游戏的控制。不过本作的优化算是一大硬伤，游戏的运行会导致手机迅速发热，从而降低亮度，影响体验。我测试了骁龙870、天玑1000+以及 E1080处理器，都有不同程度的升温，所以相较于正常配置来说，本作更适合配置较好的手机游玩。对解谜冒险类游戏感兴趣的话，我是相当推荐这款游戏的。
下一款游戏同样来头不小，它就是《圣剑传说》系列的正统续作《圣剑传说3重制版》。从超任时代的像素风一跃成为了全 3D 游戏，的确还是会给系列粉丝玩家带来相当大的震撼的。不过虽然画面以及游戏的战斗系统都更加现代，但毕竟游戏是老游戏重置，在当时来看相当经典的套路化老故事被原封不动的端给了现在的玩家，在游玩上的确还是会显得有些老气。但以上都是我对主机版的评价。本作虽然也是完美一只，但是游戏的画面精度甚至低于了 Switch 版，在视角的交互系统上也做得相当一般，角色的移动、轻重攻击以及技能道具的释放都没问题，但是游戏的视角锁定相当蹩脚，甚至体验还没有玩家不锁定时的自由视角来的舒服，在对阵多名敌人时体验尤为奇怪。而画面上，人物以及场景的材质都有着肉眼可见的缩水，一些洞穴场景的贴图更是直接糊成了一坨，所以从各种角度上来讲，本作的体验都相对一般。但是体量极为庞大的剧情以及各种不同开场的人物，都的确会让游戏有着不错的重复游玩性。如果你相当喜欢《圣剑传说》，那本作无疑会是你在手机端契合度最高的游戏。但是如果你对这类老套路无感，那么本作也大概率不会对你的胃口。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期最后一款游戏《吸血鬼幸存者》。作为去年年度游戏的提名作品，这款游戏可以说是相当的传奇了。虽然仅有1人开发，画面简陋，玩法简单，但是正由于本作简单的玩法，让游戏相当容易沉浸。玩家在游戏中所能控制的仅仅只有角色的移动，而攻击则是由自动完成。在击败敌人后会获得经验，每升1级就能从4个新能力中选择一个叠加到自己身上，选择相同的能力则会不断叠加，变得更强。游戏的全部玩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简单的操作玩法与游戏中数量相当恐怖的敌人搭配在一起，组合出来的便是相当爽快解压的游戏体验。越来越强大的攻击模式与一波又一波更强大的敌人，让玩家们轻松地沉浸在这简单爽快的2D 割草里无法自拔。而手机版的吸血鬼幸存者则是变为了竖屏，虽然更加贴合欧美对于手游这个定位，但是相较于 PC 版的游戏，左右的视野更窄，对于习惯了 PC 版的玩家来说，玩起来可能会有些难受。操作上，玩家们只需要通过滑动屏幕控制角色的移动，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操作了。游戏的整体表现相当连贯，100%移植的画面，丝滑的操作体验，让那些喜欢轻度游戏的玩家对这款游戏绝对会毫无抵抗力。那么碍于时间关系，本期就先为大家盘点这5款游戏。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移植手游，也是可以为我点个3连，然后关注一下。本期视频点赞破200，这个系列就会有下期哦。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